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刘说说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农村。2021年一个重要的标志啊，就是脱贫完成了预定的目标，群体性的绝对贫困已经消灭了，农村开始向乡村振兴这个战略目标进行前进啊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乡村振兴。说实在话，我原来以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乡村振兴这一块呢要大讲特讲，结果呢和往年差不多啊，失算了。虽然讲的也不少，也很重视，但是我认为政府工作报告确实应该好好的讲一讲乡村振兴，从总体上啊引起全国人民的紧迫感。为什么呢？乡村振兴已经没有时间了，迫在眉睫了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农村还在留守的、种地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？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，甚至还有70、80岁的老年人，他们还能种多少年地呢？再过20年，这些人没有能力了，或者不在了，地谁来种？农村还能有多少人？中国的农村呢，总体上还是相当落后的啊。总理说过嘛，还有6亿人的月收入，也就1000块钱，指的就是农村吧。农村想要实现总体的富裕，少说也得10年、20年的时间吧。现在乡村振兴大说特说，引起全国的紧迫感，努力奋斗，还能够赶上最后一班车啊！再晚呢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所以呢，真的希望啊，舆论能够高度的重视这个问题。当然了，国家对于农村问题肯定是高度重视的啊！每一年的1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。有一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啊，就是国务院扶贫办的牌子已经给摘了，换了一块牌，叫国家乡村振兴局。接下来各个地方的扶贫办呢，也都该换牌了。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，农村工作的重心已经很明确了。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但凡农村搞得好的农民和从事涉农产业的人收入比较高的，无一例外都是发达国家。反过来呢，也说明一个道理啊，但凡农村搞不好的，你就成不了发达国家。中国的农村搞得好吗？很明显不行啊，农村并不富裕。我们计划是2035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，那就意味着2035年之前呢，基本上要解决农村不富裕、留不住人的问题啊，这个难度太大了，时间呢也太紧迫了。我以前呢曾经做过一个节目啊，叫《狼群战术：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之路》啊，说过一个观点，就是中国的城市群会越来越大啊，越来越强。有网友就说了，你和温铁军老师的观点有冲突啊？其实呢也不冲突啊，城市群大和农村留人这个不矛盾，城市群再大，农村也是要留人的，农村和农业都没有了，城市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了。那么农村留多少人合适呢？我们可以来算一算啊。中国有19个大的城市群啊，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、成渝，这是4大超大的城市群。我们就算到2035年啊，平均每个超大的城市群 1.5亿人，事实上到不了啊，能容纳6亿人。剩下15个城市群，平均每个城市群2000万吧，这就算3亿人啊。城市群一共是吸纳了9亿人。2035年，就算我国人口只剩下12亿多了，最少还得有3亿多人口要留在农村的。其实呢，乡村振兴简单来说就是确保有3、4亿的人口留在农村，并且要保证这3、4亿人口富裕起来。什么程度算富裕呢？我认为人均收入最少要达到城市的1半才行。其实呢，农村留不住人，原因也很简单啊，就2点。第一点，没有什么高收入的渠道啊。第二，生活上的资源，比如是医疗啊、教育和城市的差距太大。就这2个死结一破，农村的问题啊迎刃而解，立马就变成宜居之地，变成世外桃源了。中国的农村问题呢，它是没有参照物的啊。发达国家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啊，跟谁都学不了。跟美国学吧，我们哪有那么优越的地理条件呢，对吧？
跟日本学，跟荷兰学也学不了啊。光一个主粮能够自给，日本和荷兰都做不到，这肯定不行啊。我们来看看自我发展的话啊，这两个死结能不能解开啊？先说第二个，生活资源匮乏，这个呢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应该是能解决的。现在我们所做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啊，修路啊，修高铁呀，建个5G 网络啊，到农村等等，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交通便利，人和商品的流通啊更快，能够拉近城市和农村的距离啊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就不多说了啊。说一说5G 现在不温不火啊，人们没有感觉到多大便利啊，还费电。但是呢，国家呢还是卯足了劲儿，加大投入，还在积极的研发6G。你以为是闹着玩呢？这些呢都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出一份力的。未来高速网络全面覆盖。远程医疗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我虽然住在农村，但是乡镇的医疗所就能直接接到大城市的3甲医院，和我跑到城市就医啊区别不大。远程教育啊，我的孩子在农村也能拿到大城市学校的毕业证。当然，这个肯定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啊，特别是在义务教育这一块，孩子小到学校上课肯定效果更好。但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啊。美国疫情期间上网课就挺好吧，对吧？毕业证上也没有说你上了多长时间的网课，对吧？等到远程教育成了普遍的现象啊，就会有很多人不再为了上学拼命的往城市挤。估计那时候啊，城市的学区房也就没有这么香了。医疗教育是生活资源里边2个最大的问题啊。这2个问题都能解决，那别的生活资源匮乏的问题，随着社会的发展呢，也都能解决。最难解决的就是第一个问题，在农村挣不到钱的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太大了，没法直接说，我们只能是侧面的讲一讲。农村呢，最大的财富是什么？那肯定是土地啊，是吧？农村农民守着最大的财富，却挣不到钱啊，所以最终的办法还是要从土地上找啊。说到土地呢，可能立马就有人想到了一个词，土地流转啊。那咱们就先说一说土地流转啊。有朋友就说了啊，国家提倡土地流转，那我到农村去承包土地种地怎么样？哪怕每亩地就挣100块钱呢，我承包1亩地啊，我承包1万亩地，一年也能挣个100万。说句实话呀，现在不合适。现在您到农村包地啊，大概率会赔，而且是投入多少赔多少的那种。我说的这个情况，相信呢大家都认同啊。农村的地啊荒着，没人种，没人管，但是只要你去包地，立马就有人要价。我要包100亩地啊，90亩都谈下来了，每亩地每年600块钱，就是中间那10亩不好谈，非跟我要1000。你说不给吧，连不成片儿；给了吧，前面那90亩地，人家肯定不愿意啊，那肯定得加钱呢。那我还承包什么呀？这还是承包的阶段啊，等你的地种起来，事情就更多了，你想不到的事儿都有。最终不把你赔完呢，不罢休啊！我说的这个情况可不是个别现象啊，这是普遍现象。所以说呢，现在到农村包地啊，也不是一个好生意啊。有朋友可能不同意啊，说我的老表啊，在农村包了3000亩地，可挣钱了。那您的老表肯定是在本乡本土包的地啊，绝对不可能是个外来户啊。这就是当前土地流转集约经营的难点。那这个难点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就一个字儿，穷。农民太穷，他每年满工就挣那么几千块钱啊，1亩地600块钱，那肯定是个香饽饽啊。不说多了，但凡农民能够达到月收入1000块钱，一年12000，土地流转就不会这么难。所以说呀，通过土地流转让农民致富啊，有点缘木求鱼，只能说是只有农民富裕了，土地流转才可能大规模的推进。这个前后顺序啊是不能搞颠倒的。那土地流转现在不合适啊，农民怎么才能致富呢？这个问题也太大，我们不能够一一的细说啊，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。有些地方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啊，有些地方搞特色旅游，有的搞特色种植，有的搞劳务输出，这些都不说了啊。有很多搞得挺不错的。我们看啊，只要是
当地啊搞得不错的农民，但凡有点钱的啊，当地的土地流转呢，那些幺蛾子的事儿就少得多。我们就说一说那些啥资源都没有的，就是有点地，就指着从土里刨食的这些地方该咋整？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啊，还是强调了18亿亩的耕地红线啊，该种地还是要种地的。对于那些土地条件很好的，未来还是应该要搞大规模的集约耕种的。怎么搞呢？慢慢来，这是急不来的事啊。首先呢，国家的第二、第三产业啊得进一步发展，国家得更有钱啊，推进产业升级还得加快。未来啊，真的要靠工业来反哺农业了。粮食肯定不能大幅度涨价的啊，要想让种粮食的人挣到钱，只能搞政府补贴，而且呢，补贴要向集约化种植倾斜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。怎么倾斜呢？就是以种粮者为单位啊，种10亩地，每亩补贴300块钱。咱们举例子说啊，种100亩地，每亩补贴400，种1万亩地，每亩补贴500。这就逼着你啊，必须把土地连成片，连起来。这样一来，承包土地的人和农民就结成利益共同体了啊！联合起来呢，你们挣得更多。谁破坏联合，谁就是村里的罪人。当然呢，还有别的问题啊，就是多挣的钱怎么合理分配啊？农民把土地交出去了啊，多挣的钱你得确保能分到农民手里边啊。土地的承包者起步资金那也是很大的啊，机械、水利改造、种子化肥可不是个小数啊，人家也要有合理的收益啊，怎么平衡呢？我估计啊，到时候村里说了就不算了。现在我们承包一个土地都是找村里谈啊，村委会就做主了。未来呢，我估计这个权利啊要上调，最少也得交到县里，甚至是市里。统一规定土地承包都是什么价啊？每年呢评估一个固定的收益，就是你最低能挣多少钱，这个钱农民怎么分，承包者分多少。如果说多打粮食了啊，超出来的收益怎么分？比如说承包者70%，农民30%。有着高那么1级2级的政府做背书啊，村里再想出个什么幺蛾子，那也不好出了。朋友们，您如果觉得这个办法好的，帮我发个弹幕666啊。可能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就不困了啊，说这个办法是不错啊，那政府为什么不实行呢？我估计我们都想到了，高层的智囊团呢不可能想不到。那为什么不实行呢？还是因为政府没钱呢。政府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，现在呢急迫性也确实不强啊，粮库里边最少还有2年的粮食。现在呢还是先捡重要的事儿做，当下什么事儿重要呢？产业升级。只有说第二、第三产业足够强大，才能更好的反哺农业。说实在话，咱们国家呀，现在对农业的补贴呀太低了，发达国家比我们高多了。比尔盖茨买了160多万亩地，慌着啥也不种。美国政府给他的补贴43亿美元。我估计啊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呢，咱们也会大幅度的提高对农业补贴的。但是这段时间里边，我们的产业升级啊，一定要搞好，否则没钱啥也别说。这是关于乡村振兴啊，农民怎么挣钱，咱们瞎聊2句啊。乡村振兴这个话题呢是很大的，涉及到的地方太多太复杂。农村问题绝不仅仅是农村问题啊，我们现在城市里边压力越来越大，内卷越来越厉害，人们买不起房，年轻人不敢生孩子。这些问题啊，解决方法其实是在农村。乡村振兴了，农村宜居了，能留住人了啊，城市的问题也就小多了。今天的话题呢，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！点赞、评论、发弹幕，感谢大家支持。